今日的視頻，我們將探討離子是如何形成的，以及為什麼某些原子較其他原子更容易形成離子。離子是一種帶電的粒子，因此它可以是單個原子，例如帶正電荷的鋰離子和負電荷的氟離子。在前一個電子結構的視頻中，已經講解離子是如何形成的。當原子失去或獲取電子時，它們達至貴氣體的電子排布，以獲得原子的穩定狀態，如鋰原子和氟原子。同時，某原子與另一原子發生反應後，它們是失去電子及獲得電子，因此各原子藉此達至電子偶或百餘體的電子排布。當各原子達至電子偶或百餘體的電子排布時，由於原子的最外層已經擁有8個電子，這兩個原子生成的化合物被稱為離子化合物。例如，氟化鋰是離子化合物。關於離子鍵和離子化合物的內容，將會在另一個視頻中講述。元素週期表能夠告訴我們一些原子的有用資訊。根據原子屬於哪一族，便可推斷那原子的最外層有多少個電子。因為第一族元素的最外層應有1個電子，第7族元素的最外層應有7個電子，如此類推。如前所述，原子為了達到穩定狀態，需要失去或獲得電子，直到其最外的電子層填滿，達至百餘體的電子排布。但失去或獲得電子都需要能量，因為當原子只失去或獲得1至2個電子，它們需要的能量相對較少，便可以達至穩定狀態，而最終變成離子。金屬原子傾向失去最外層電子，形成帶有正電荷的離子，稱為陽離子。舉例，第一族的鹼金屬和第二族的鹼土金屬元素，當它們失去1個或2個電子，就能成為一個完整的外層，並不需要太多能量，因此它們很容易失去電子，變成帶有1個或2個的正電荷離子。而非金屬的原子傾向獲取額外電子，形成帶有負電荷的離子，稱為陰離子。舉例，第6族的原子傾向獲得2個電子，而第7族的原子傾向獲得1個電子。獲得電子後的原子，電子將擁有比質子較多的數量，因此而帶負電荷。舉例，鋰原子。鋰原子擁有3個質子和3個電子，而它的最外層有1個電子。因此，當鋰原子要達至電子偶的電子排布時，它是傾向失去1個電子，較獲取7個電子容易，因為它只需要較少的能量，故鋰原子失去1個電子後，變成鋰離子。如何表示一個離子？用1個大括號包圍這個離子，並在它的右上方畫1個正符號代表正電荷。這個正電荷表示該離子的質子數目對比電子數目多1個，因而帶有1個正電荷。最後，你的化學符號將會由 Li 變為 Li 正。如果離子只帶1個電荷，即正1或負1，便不需要在離子的化學式中寫出數字1。而非金屬的原子傾向獲取額外電子，達至最外層的百餘體的電子排布，並形成陰離子。例如，氟的原子，氟原子擁有9個質子和9個電子，而最外層有7個電子。因為氟原子傾向獲得1個電子較失去7個電子容易，它只需要較少的能量。氟的化學符號將由 F 變為 F 負符號。因此，氟獲取1個電子後，而成為氟離子。需要注意的是，
陰離子與陽離子的不同。在元素名稱的後部加上一個 IDE 結尾，這負電荷表示電子數量較質子數量多一個。另一例子氧原子，氧氣擁有8個質子和8個電子，它的最外層有6個電子，因此它會獲得2個電子，而形成氧離子。氧氣的電子排布將由2、6變為2、8，並帶2個負電荷，表示電子數目比質子數多2個。其化學符號將從 O 變為 O-2。氫原子可以失去電子形成陽離子，或獲得電子形成陰離子，視乎情況而定。我們可以運用化學方程式表達不同原子的電子得或失的現象，例如鋰原子。鋰原子是由一個鋰離子再加上一個電子。另一例子氟原子，氟原子加上一個電子，形成一個氟離子。最後，惰性氣體不會形成離子，因為它們有一個達至電子偶或百餘體的電子排布。另有一種離子是由多個原子構成，這種離子被稱為多原子離子。多原子離子不可以在元素週期表中找到，我們需要牢記於心。例如硝酸根離子、硫酸根離子和碳酸根離子。然而，對於第3、4和5族這些元素必須失去或獲得3或4個電子，這類原子就需要較大的能量，達至百餘體的電子排布。因此，這種情況並不常見。我們通常不會把這些元素視作離子。許多離子都是無色的，然而有某些離子是有色的，而過渡金屬通常會形成有色離子。其中大部分都是陽離子，例如鐵3和銅2離子。以下是一些離子在水溶液中的顏色。探究在電場影響下有色離子的遷移現象。圖1顯示紫色高錳酸根離子在電場的作用下遷移的情況。我們在顯微鏡在玻片放上一張濾紙。在本實驗，我們將觀察某離子向帶相反電荷的電極遷移現象。在一張已浸有硝酸鈉溶液的濾紙中間，加上少量的高錳酸鉀溶液。硝酸鈉溶液的作用是增加濾紙的導電性。當電路閉合後，紫色圓點慢慢移向陽極，是由帶負電荷的紫色高錳酸根離子所導致。將少量氯化鐵水溶液滴於一張用硝酸鈉溶液浸濕的濾紙中間。當電路閉合後，黃色溶液慢慢移向陰極。黃色是帶正電的鐵3離子。寶石的顏色。寶石是非常稀有的礦物，具有迷人的色彩。寶石的顏色是由於寶石中含有微量有色離子。表中列舉了一些寶石的成分與其顏色。